个连男人手都没摸过的女孩，一夜之间却多了7个顶级男宠服饰：温润国师、清冷佛子、霸道太子、妖孽巨商、纯情将军、忠犬侍卫、傲娇盟主。1周7天，1天一个，社畜女孩人麻了。为什么穿越了还没有双休啊？而此刻好不容易睡着便被人吵醒的石暖玉睁开眼，愣愣地看着身前的美男。我昨夜点男模了吗？美男温润的眉宇轻抿，仔细地打量着他，真是男模。石暖玉伸出恶魔的爪子，在美男的注视下，快速地在他腹肌上摸了一把，姐也摸到腹肌了，完美。顺着腹肌看向美男的脸，石暖玉愣神片刻，努力从脑中找到合适的形容词。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就是这样的写照吧。就在他准备实行第2次摸腹肌时，美男一把抓住他不安分的手。殿下，您可醒了？石暖玉大脑清醒大半，你是谁？极品美人出现在他床上，绝不是他1个月5000的工资能点得起的。美男垂眸望着脸颊绯红的女子，眼底闪过一丝凉意。殿下，奴唤清鹤，是您的夫君。石暖玉睁大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开玩笑吧？我连男人的小嘴都没有亲过，一觉醒来就有夫君了。石暖玉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慌张地环视周围的环境，富丽堂皇的宫殿，各式各样精美的玉器，此等种种绝不是他这样的穷批用得起的。他狠心掐自己的一记大腿，疼得眼眶通红，心中却有一个奇异的想法：难道他穿越了？清鹤帮他擦拭眼角的泪水。殿下不可伤及自身，若是气恼，清鹤愿意代劳。他将伤痕累累的手臂递到他面前，示意掐自己。石暖玉把他的袖子拉回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可以问一问我是谁吗？殿下莫不是睡迷糊了？您是南越国最尊贵的公主。石暖玉灵光乍现，蓦然想起清鹤不就是从前看过的一部小说的男主？确定了，他穿越成了放荡形骸、手段残忍的恶毒女主，而眼前这个温润如玉的美男就是杀死他主谋之一。原主以公主的身份和老国师的尸体做要挟，压迫清鹤成为自己的夫君，但却从来不把他当人看。一个心情不顺就会狠狠地折磨他，还对外宣称在他100年之后让清鹤给他殉葬。清鹤眸光闪动，从抽屉里拿出工具，规整摆好，熟练地跪在床边，白玉般的背上布满伤痕。殿下请。石暖玉瞳孔紧缩，纤细的手不自主地捏紧，难怪他总是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血腥味。苍天啊，大地啊，剧情到底发展到了哪里？小说里200多万的字他是真的记不住呀。石暖玉忙稳住心神，他不能自乱马脚，他的人设一定不能 OOC。没兴致退下，石暖玉不敢看清鹤的表情，躲在被子里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一阵困意袭来，石暖玉在睁眼时已经到了午后，清鹤已然不见身影，床旁站着一个身穿翠绿衣裳的女孩。你是谁？奴婢是珍宝。公主您不记得珍宝了吗？石暖玉伸手揉了揉小丫头的脑袋，小姑娘不知道从哪里掏出7个绿头牌。公主，国师活不好伺候不好您，您今夜要换个别的公子伺候吗？石暖玉涨红着脸，她僵硬着身体瞧着懵懵懂懂语出惊人的女孩。珍宝，别的公子是什么意思？公主抢回来的7位公子啊，他们可不乖了，公主您一定要狠狠地罚他们。珍宝理所当然地回答。石暖玉悬着的心终于死了，前路坎坷，生活无望，7个男主全部抢了回来，她还有命活着吗？不过公主今夜还得去醉君居，其余6位公子此刻都不在宫中，他们除了是您的男宠，身上各自都有药物，他们只会在特定的时间回来，待公子们回来之后，公主就可以好好享用他们了。珍宝说什么石暖玉已经听不见了，心中只有对活下去的渴望。此刻石暖玉站在花园的十字路口，捋了捋脸上被寒风吹乱的秀发，哪一条才是去醉君居的路啊？谁家公主找人侍寝得自己走着去的？她不想去，想到珍宝义正言辞的复述帝后的话，夜晚侍寝必须有人陪着，这条规定是公主府的铁律。石暖玉吸了吸被寒风吹得冰冻的鼻子，原主的愿望真是宏伟，为了能够尽情的享用美男，居然把他们的居所建在不同的方向。书中描述，每当原主想要和男主们贴的时候，都会在十字路口随意选择一条路，美名其曰情趣。突然一声琴鸣从其中一个路口传出，石暖玉跟着琴声慢慢挪动自己的脚步。幽静的竹林里矗立着一间茅屋，周围一条小溪顺着茅屋顺流而下，屋檐下坐着一个弹古琴的白衣美男。石暖玉看呆了，一不小心踩到一根竹枝，惊扰了抚琴的男人。你好啊！石暖玉尴尬地举起手打招呼，完全忘记了自己新设定的恶毒人设。清鹤优雅地从蒲团上站起行礼，奴见过殿下，殿下这边请。石暖玉努力地摆出不可一世的模样，大摇大摆地跟着进入小屋。刚进入屋子里面的东西再次刷新他的三观。清鹤已然习惯，自顾自地褪去白衣跪在地上。原主这么变态的吗？石暖玉吻许可2声，掩饰自己的心虚。你身上的伤口让本殿索然无味，去处理，别再让我看见他们。说完石暖玉匆匆回到卧房，今晚他到底要怎么和清鹤相处？他不会趁着夜黑风高时嘎了自己吧？石暖玉打量着屋子，拿起案桌上的奏折翻看起来，上面的内容却让他心惊。上面写他荒诞无度，强抢民男，行为不检点，为南越所不齿。殿下不必忧心，大臣们口无遮拦，是无心之举。清鹤不知道何时走来，视线有意无意地观察石暖玉，被骂的又不是他，他肯定不会生气，但谁让他现在是个恶毒公主？石暖玉合上奏折放下，语气骤然加重，他们敢编排本殿，便罚他们3个月的俸禄以示惩戒。石暖玉转身坐在椅子上，命令道：跪下。清鹤稍微缓和的眉宇变得冰冷，缓慢地单膝跪下。石暖一起身仔细看着男人身上的伤势，之前伤口
口渗透着丝丝的血液已消失，想来他刚才消失许久是去上药了。他心中松了一口气，在人设不 OOC 的情况下，不为难男主，应该能改善男主对他的印象，然后让他狗到大结局吧。石暖玉冷哼，本公主喜欢听话的男宠懂吗？好了，退下吧，把人支走，他今晚应该就能安心睡觉了。石暖玉高高兴兴地上了床榻，呜呼，今夜苟住了。他舒舒服服地在床上打滚，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青鹤不知何时来到床榻前，静静地看着熟睡中的女子。世人都知南越公主倾国倾城，也知她蛇蝎心肠，为所求之事不择手段。今日她却一反常态，不惩罚弹劾她的大臣，也不鞭打于她，这是为何？青鹤眸光暗沉，掌中出现一柄短笔。睡梦中的女人还翻了个身，不知是梦到什么。女人痴痴地笑出声，咂巴着嘴，似乎在品尝美味。太蠢！青鹤收起短笔，上了床榻，和衣躺在女人身边。第二天醒来，房中只有她一人。石暖玉火急火燎地跑到自己的寝殿，狼吞虎咽得吃早餐。珍宝蹲下身体，捧着自己的小脸，担忧地看着他。昨夜国师太梦浪了吗？可怜的公主都饿坏了。珍宝好心疼。石暖玉再次被他惊人的话呛到。珍宝，我吃不完，你来和我一起分担。珍宝动作麻利地起身，双手齐下享受美食。望着珍宝这副模样，石暖玉决定还是不要打草惊蛇。现在打探老国师在哪，一定会引起有心人的注意。珍宝，我平日吃过早食之后都会去做什么？珍宝两只手拿满了糕点。公主早食之后去练武场训练到午间，日入时分去找国师处理政务，夜半去找公子们就寝。她把整天的行程全盘托出。日入是有时也就是下午3点到4点，练武场在公主府最后方。他们来到石场上，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训练。寒冬腊月，阴风阵阵，一群群男人们光着膀子对练。石暖玉目瞪口呆，这里是人间的天堂吗？原主简直吃得太好了。根据珍宝所说，这些人都是公主府的护卫，也能说明原主是个惜命的。现在石暖玉不得不佩服恶毒公主的手段了。参见公主殿下。护卫们停下手上的动作行礼，个个腰背挺直，就连表情都一模一样。石暖玉脸上表情稳稳的端住。退下。石暖带着珍宝转了一圈，本殿平日在哪里练武？公主，您要此刻训练吗？平日里公主都是去坐席间欣赏护卫训练的姿态，有时兴致来了还会换上1、2个去伺候。今日怎么不一样了呢？珍宝疑惑着，小小的脑袋想不出其他。当然，本殿讲究坚持到底。石暖玉义正言辞，为了保命，他拼了。一棵高大的榕树上，一袭黑衣容貌如画的少年投去疑惑的目光。公主加油！公主最棒！公主万岁！15、16岁的少女围着训练台奔跑，高声呐喊。石暖玉跑得气喘吁吁，双脚开始使不上力。苍天呐，原主来练武场到底做啥来了？此刻的他全然不顾周围护卫好奇打量的目光，脚下踩空，身体不受控制地朝右边倒去。突然，一道身影稳稳地接住掉下来的石暖玉。林烟公子，快些带公主回去！珍宝惊喜大喊。华林烟不敢耽搁，在护卫担忧的眼神中，抱着石暖玉去往芙蓉阁。他好像被谁抱着。石暖玉睁开眼睛，看到了少年如画般的容貌。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人？如果说国师是天上仙人，那眼前的少年就是人间幻化成精的知更鸟。男人可怜兮兮地望着他，石暖玉顿时色心大起，手臂攀上少年的脖颈，走不动，需要帅哥抱着回去。华林烟脸色微变，身体微不可察地变得僵硬。眼前的女子虽美貌，但心思歹毒，难道今日她真的逃不过去了吗？华林烟为了不惹怀中的祸害不快，她一言不发地抱着石暖玉进屋，放在外间的软榻上。石暖玉好整以暇地欣赏站得笔直的少年。你多大了？有喜欢的人吗？华林烟心中忐忑不安。年18，没有，才18啊！石暖玉心中感叹，看他的装束应该是侍卫。在他思索间，咕咕的声音传来，少年故作严肃的脸瞬间破功。石暖玉被逗得噗呲笑出声。石暖玉从软榻上下来，牵着他的手走到桌边，吃吧。石暖玉把桌上的一盘糕点挪到少年前，示意他吃下，然后自己也自顾自地吃了起来，确认不是他陷害自己的把戏。华林烟拿起糕点吃的狼吞虎咽。3天前他不小心得罪了公主的闺中好友，因此被断食3天，好在他有井水充饥。石暖玉侧头看到少年的盘中已空，正惨兮兮地盯着他盘中的糕点，这些全部给你吃吧。少年不语，只一味地埋头苦吃，直到桌上的食物全部消失，他才停手。殿下，吃饱了。华林烟乖乖报备。石暖玉又倒了一杯茶给他，吃饱了你就回去吧。这句话像是解放词。华林烟迫不及待地起身行礼，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醉君居书房。主子，公主殿下刘林烟公子在房中吃糕点，但并未责罚他。青鹤听到并未责罚几字时，握笔的手一顿，下去吧。训练过度的后果自然是半身不遂，双脚都不是自己的。丫头，公主发生了何事？何须你这般急躁？心中担忧自家公主的珍宝来不及细说，拉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太医冲进来。公主，太医来了。公主乖乖，让太医看看。他哄小孩似的帮自家公主掖好被角。石暖玉茫然地让太医帮自己把脉，太医也不敢耽搁，为其把着脉，顺着白花的胡子。死老头，我家公主有何病症？快说啊！珍宝气汹汹的模样，仿佛下一秒就要揪着太医的烟领打。石暖玉根本不敢开口，主仆俩的表情如出一辙。太医慢悠悠地放下手，悠长地叹了一口气。公主气血不足，脉象细弱无力，以补气养血，增强体质，以固生命之本。他半眯起眼睛，语重心长地劝解。男色虽好，但需节制，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吗？他在口出什么狂言？石暖玉还没有开口，珍宝已经忍不住了。公主殿下做什么都是对的，那些公子们个个假清高，不让公主碰，都是因为他们公主才患上体弱的毛病。臭老头，你不许说公主！被一个小丫头逮着骂，
太医猛地站起身，手指微微颤抖。臭丫头，是谁把你拉扯这么大？孙老已经被你吃到狗肚子里去了。珍宝插着小腰，小嘴巴巴往外输出。公主殿下是最好的公主，你敢编排公主，我就揍你！臭丫头，你还想打外公？今日我就替你娘教训你！太医气得滑顺的胡子炸成几瓣，撸起袖子要去追珍宝打。两人越演越烈，石暖玉嘘咳一声，举起手，你们要不要待会再打？先开药。太医讪笑，颔首告罪：“老臣不知礼数，冒犯了公主，您放心，老臣这就退下。”他动作麻利的一溜烟跑了。石暖玉实在想不通，两人一看便是经常打闹。依照原主恶毒的性子，两人在他面前这般闹，为何还能活到现在？公主，珍宝不是有意的，都怪死老头无礼，您就饶了珍宝这一回吧。小丫头一脸谄媚的讨好，谁能拒绝一只小仓鼠跟你撒娇讨好呢？好啦，不怪你。珍宝似是想起什么，环视周围一圈，疑惑开口：“凌烟公子去哪了？是不是又去躲懒去了？”凌烟公子，华凌烟，今日抱他回来的那个少年，书中7个男主之一。石暖玉喝着茶的手都在颤抖，他刚才居然想聊华凌烟。原著中写道：大军压境南越之时，原主本来有机会逃跑，却不想在逃跑途中被华凌烟发现，被他剃掉头发压到7位男主面前。他仓皇地摸了摸自己还存在的秀发，他不想被剃光头啊！宝啊，过来！石暖玉喊住正要出门的珍宝，珍宝呆愣愣地靠近他。公主好温柔。石暖玉握住他的手，叮嘱：不必去寻他，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我有珍宝陪着就好，早点划清界限，到时候把男主们通通赶出去，他的小命就苟住了。可是公主，今夜轮到凌烟公子侍寝呀！珍宝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托盘，上面放着2个绿头牌，公主请翻牌。石暖玉内心煎熬且非常犹豫，选温润如玉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打他的清鹤，还是看起来单纯但下手超狠的华凌烟。说实话，他一个都不想选。他扯出自认为完美的笑容：珍宝，若不然去同父皇母后说说，从今儿起我不需要旁人侍寝。不可以。珍宝故作严肃地清了清嗓子，模仿南越国母的语气：玉儿不可胡闹，侍寝之事绝不可更改，当初你将他们掳进宫，就必须对他们负责。珍宝为母后之言，他会如实向我汇报你的近况。信纸最底处还画着他不听话就会被打小屁股的小人。西洋无限好，只是忧愁思啊。书房里，石暖玉趁着清鹤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抓紧复盘原主的恶毒人设。想要当恶毒的人很简单，撂几句狠话，随即打骂别人，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主是真的会杀人，他不敢呀，好难啊。可是这关乎自己的小命，若不然在他们羽翼未丰之时将他们全部嘎了，这才是未来女帝的风范。脑补小说里风光无限的霸气女帝，石暖玉忍不住流口水。不行不行，7个都是有背景的人，一刀砍不死怎么办？殿下可有疑虑？清鹤眉眼含笑，整理好批阅完成的奏折，做事起身为他解答难题。石暖玉面色冰若寒霜，扔下手里的笔：你想为本殿解答难题？他3下2除2撕碎自己写满字的宣纸，又拿起桌上的茶将宣纸淋湿，复原他们可做得到。清鹤面色平静，脸上依旧挂着温和的笑容。奴遵旨。石暖玉冷哼：你可是南越高高在上的国师，就连父皇母后都护着你，百官朝臣弹劾我的奏折也都送到你手上，本殿可担不起你这声奴。清鹤熟练地跪在地上请罪：奴惹殿下不快，请殿下责罚。石暖玉走到他跟前，伸手摩挲着男人光洁的下颌，迫使他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瞧瞧这薄唇，好想吃一口好的。他活了25年还没吃过好的，也不知道以后这张小嘴会便宜谁。石暖玉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清鹤国师，到了今天你还是不肯从了本殿，若不是母后护着我，岂会放过你？成功看到男人僵硬的嘴角，石暖玉眉眼弯弯，染上得意的笑，空有其表，索然无味。他放开男人的下颌，从怀里掏出绣帕擦拭完，甩到清鹤的脸上：今夜无需你侍寝，不必等本殿。说完，石暖玉缓步出了书房，在空无一人之处疯狂地安抚自己砰砰乱跳的小心脏。当恶女真的是太爽了，又是成功作死的一天。清鹤拾起怀中的绣帕，细细打量手绢上的鸟雀图案，无需侍寝几个字印刻在他脑中。明明愤怒至极，脸上的笑容却越发的温和。很快到了晚上，石暖玉手中拿着一张信纸，站在十字路口：乖女儿，听父皇的话，男宠们只能睡不能杀，受了委屈父皇回来给宝贝女儿做主。下午刚想着把他们全部嘎了，晚上消息就来了，不愧是他肚子里的蛔虫，这夫妻俩不会有什么预言的本领吧？起初刚穿越过来的时候，他还疑惑为什么没有看到南越帝后，后来才知他们去边境抵御外敌，国事则交由现任国师清鹤管理。听闻帝后善领兵打仗，又十分宠爱唯一的女儿，在原主成年之后，在皇宫为其建造一座公主府，也不知道他们回来之后发现自己这个冒牌的公主会不会立即嘎了自己。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希望那天来得慢些。话说华凌烟小美男到底住在哪里呢？石暖玉站在十字路口，眼看天色越来越暗，他随便选了一条方向冲去，奔跑间和一个陌生的影子撞上，两人均扑通倒地。石暖玉捂着自己发疼的脑袋哀嚎，会疼说明撞到的不是鬼，你到底是什么玩意？给老娘起开！对不起。身上的人慌忙道歉，手忙脚乱的要从他身上爬起来，竟然被吃豆腐了。石暖玉不知从哪里生出的勇气，一巴掌狠狠地扇了下去。臭流氓，活得不耐烦了，敢吃姑奶奶豆腐！身上的人被打猛又被骂醒，连忙爬起身消失不见。到底是谁吃他豆腐？若不是夜黑风高看不清那人的脸，石暖玉定要狠狠地打那人的屁股。殿下，前方是翠玉阁，由微臣带您去皓月居找凌烟公子吧。一袭素衣的清鹤提着灯笼缓慢靠近。素衣
急，他是在为老国师守丧吧？石暖玉静悄悄地跟着青鹤走了一路。不行，男人最会骗人，他一定在布置温柔的陷阱等他落网。温柔刀致命。石暖玉，你要记住，可以贪恋男色，但绝不能沉迷和爱恋上男色。殿下，皓月阁到了。青鹤温声提醒。石暖玉不屑，无需你多此一举，犹如一只胜利的孔雀，翘着尾巴朝前大步走去。青鹤眸色晦暗不明地望着远去的背影。你倒是心善，独女抢了老国师的仙体你不急，眼巴巴地为他带路，莫不是要成为他的裙下之臣？少年身穿一袭红衣鞋，靠在一棵合欢树下，飘扬的发丝用红色发带高高竖起。青鹤目不斜视从他身前路过，脸上的笑意不减。少盟主，明日你侍寝。什么玩意？少年怒目而视。你不得意，让别人也不得意，虚伪的笑面虎。好啊，明晚我就杀了独女，大家鱼死网破。少年怒吼，眼眶气得发红，和方才少年意气完全不同。随你。青鹤脚步不停，留下轻飘飘的两字。远方传来难听的怒吼，惊得石暖玉差点崴脚。太可怕了，难道真的有阿飘？皓月居周围漆黑一片，树叶随风而动的沙沙声遍布周围。石暖玉现在非常后悔选择来华林烟这里，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醉君居里的人再怎么恐怖，也不如皓月居环境阴森。他一边跺脚一边给自己打气。石暖玉，区困难就能把你难倒吗？生在红色飘扬下，你怎么能为未知的事情害怕？正摸索着，脚下似乎踢到什么软乎乎的东西。石暖玉用脚试探性的踩了踩，听到细微的闷哼时，连忙蹲下，却摸了个空，仿佛并没有踢到什么东西一般。石暖玉不信邪往前走了2步，到底在哪呢？华林烟满脸疑惑地看着动作怪异的公主，她想了想，把怀里的火折子拿出来吹亮。鬼火！石暖玉慌张地闭上眼睛，看不见。公主火折子。华林烟递出火折子，一双杏眼直勾勾地盯着她。活人！石暖玉睁开眼睛，迎上少年凝视的目光。糟了，不会露馅了吧？她连忙收起所有违反 OOC 的神情，躲开少年的目光，高傲地扬起自己的脑袋望向前方。本殿今夜在此歇息，前面带路。方才所见皆不是本殿，可记住了。华林烟微微错愕，似乎还没有从她的话中反应过来，目光落在石路另一端，没有涂抹胭脂水粉的女人，也没有手拿长鞭的侍卫。今夜不罚她了吗？遵命公主。心里虽然有疑，但还是恭恭敬敬地请公主进屋。进入屋子，华林烟手忙脚乱地从一堆破烂中捡起一件看起来完好的椅子。公主请坐。石暖玉眼看她从屋内跑到屋外，再次进屋时手里捧着一杯茶，说是茶，不过是从井水里打出来的生水。公主请喝茶。华林烟身体微微弯曲，恭敬地递上茶盏。石暖玉五味杂陈，望着茶杯中掺杂着杂草的茶水出神。书中字数很长，大多数写的是原女主怎么虐待男主们，没有描写过他们的生活处境。原女主心中稍微不快就会为难男主，其中最不会反抗的便是眼前这位，描写凌虐少年带来的快感。打罚骂不过是冰山一角，最后他居然还召集自己的狐朋狗友们来到皓月居，命人点了少年的穴位，随后让那些好友们对少年进行凌辱。一个干净纯粹的少年，硬生生被原主折磨成疯子。故事的结尾，华林烟亲自挖下身上的血肉，失血过多而死，真是变态啊！石暖玉心中叹息，华林烟现在的状态显然是已经经历不美好的事情，但离变成疯子还有一段时间，只要避开那件事情，少年一定能变成阳光开朗的大男孩。等他心里变得健康之后，就可以同他和离，自己也能苟下1/7的性命。华林烟好奇石暖玉为什么不喝，他凑上去看到茶杯中的草木时，急忙把杯子抢了回来。不脏的，阿林喝。石暖玉来不及阻止，他已经把脏水全部喝下肚。你疯了，喝脏水肚子里会生出寄生虫的。他抢过他的杯子砸在地上，你是不是傻子？华林烟呆愣愣地盯着碎裂的茶盏，急忙跪在地上，请公主责罚。嘿，他个暴脾气！石暖玉耐心全无，拽起华林烟就往外走。你脑子里就只剩下责罚2个字了吗？长这么大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吗？你爸妈没有教过你要学会爱自己吗？骂着，石暖玉嗓音渐弱，忘了他也没有被教过。黑暗的夜空下起了绵绵细雨，调皮的雨花落在2人的脑袋上和脸上。华林烟迷茫地跟着公主的步伐，一步一步被她牵往有光的地方。她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纤细的背影，心中思绪万千。公主变得不一样了。芙蓉阁的宁静被闯入的2人打破，一直守在外间珍宝被2人惊醒。公主，您怎么湿透了？她着急地冲向卧房，把鹅绒披风给石暖玉披上。守夜的侍女们迅速准备好了热汤。我没事。石暖玉揉了揉发痒的鼻子。珍宝，她今夜在芙蓉阁歇息，你让人带她下去洗漱。说完，她跟着侍女去汤池里洗浴。珍宝眉头紧皱，她不放心地叮嘱凌烟公子，公主是初次，今夜你一定小心温柔地伺候公主殿下。明日我若发现公主身体不适，一定会和皇后告状的。华林烟茫然点头，直到被侍女带下去，也没能理解珍宝话中的含义。石暖玉没有被人伺候洗澡的习惯，清理好身体，她舒舒服服地泡在浴池里放空思绪。她决定了，还是按照之前的策略，感化男主们，求得他们的原谅。成功后请旨和离，把男主们赶出宫去。她高高兴兴地坐上皇太女的位置，再选个几个美男子随身伺候。想通的石暖玉开心地回到卧室准备休息，而在浴池间外早早等候的珍宝神神秘秘地探出自己的脑袋。公主，珍宝陪您回房。石暖玉眼神疑惑不解，小妮子今晚有些不对，皇后娘娘亲自吩咐，公主您就随着珍宝来吧。珍宝递上一根皮鞭，带她去主卧旁边的耳房。公主请。石暖玉甩了甩手中的软皮鞭子，心中莫名一跳，她深吸一口气，在珍宝殷切的目光下进屋，确定人进屋
屋后，珍宝手疾眼快地关门，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本小册，小册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他又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支炭笔，在小册上的一行字后打一个勾。石暖玉秀眉微皱，打量着屋子的摆设，角落摆放着一支支茉莉，屋下一根根轻纱飘带随风飘动，袅袅燃气的香炉不知燃着什么香料。最惹眼的便是窗户上粘贴着红艳艳的喜字，案桌上摆放着一对龙凤呈祥的红烛和各类坚果。谁要结婚？石暖玉大脑短路，再次怀疑他是不是进入了什么恐怖现场。不等他思索，一个身穿红衣、头戴红盖头的身影引起他的注意，确定了要结婚的是他，要洞房的也是他。石暖玉叹息扶额，珍宝看起来单纯可爱，心思怎地这般花哨？到底谁是穿越者？他缓步走到华林烟跟前，随手拿起少年手中抱着的苹果。你那屋子太破，我只想带你回来歇息一晚，不想珍宝会错了意。你别在意。盖头下的少年微微摇头。石暖玉把盖头掀开，入眼的是少年水汪汪的杏眼，眉心一点红，两侧的面颊上许是涂抹了胭脂，在烛火的映照下更显颜色。瞧着这幅美景，蓦然想起书中描述华林烟名字的由来。原主喜爱美男，第一次看见少年时就被他的容貌吸引，却不想少年是个倔强的性子，誓死都不愿意成为他的入幕之宾。原主气急之下赏赐少年鞭子，更是为他取名华林烟，以此把他比作民间勾栏的小官。为了不让华林烟摆脱自己，他去求帝后做主为少年上了皇家玉蝶，还以他失散多年的妹妹做要挟。华林烟歪着脑袋眨眨眼睛，公主，奴可以脱衣了吗？石暖玉从少年的美貌中脱离，他有些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尖，这副模样怎地衬托她像个抛夫的渣女？不用脱，我们不睡。撂下这句话，他急忙跑出房门，却不想房间门被锁上了，他只能灰溜溜地和华林烟躺在一张床上。好在少年晚上睡觉安稳，他们两个相安无事地过一夜。不许露出这样的表情。石暖玉冷着一张脸，他今天就是要责罚这只不听话的馋嘴兔子。珍宝哭丧着脸，眼泪吧嗒吧嗒往下落。呜呜，公主，奴婢错了，公主可不要生气了吧？欺负一个小丫头的确有些不道德。石暖玉把桌子上的2颗糖放到他的手里，你去找人修缮几位公子的居所，从今天开始不再克扣他们的吃穿用度，办好了我就不惩罚你了。可是公主，府里是国师大人在打理，我们要不要问问他？告诉他本殿心善，看不得美人吃糠咽菜，决定怜惜美人。还有开春了，命人为府中的丫鬟侍从们做几套衣服，再赏赐些银两。珍宝拍拍胸口保证，公主放心，珍宝保证完成任务。石暖玉笑意盈盈地看着离去的小丫头，虽说改变了策略，每天锻炼却不能少。在丫鬟们的跟随下去练武场跑了几圈，用过午膳便到了去书房学习的时间。石暖玉根据上次的记忆悄悄地去醉君居，他已经来了好几日，愣是没有找到老国师的尸体被藏在哪里。今天特意去醉君居碰碰运气，现在清鹤已经动身去了书房，按照惯例他会等上自己1个小时的时间，他在1个小时到达之前赶回去就行。在醉君居外观察几分钟，确定里面没人之后，石暖玉脱下鞋子偷偷摸摸地跑进去。书中只写着老国师尸体被藏，但却没说具体藏在哪里。石暖玉溜进卧房，时间1分1秒的过去，石暖玉找了许久，依旧一无所获。他有些泄气地坐在台阶上，随手取出案桌旁木匣子里的东西，竟然是一张画纸。画纸上是一人站在群峰之巅，负手而立的背影。画纸的右侧还提着2行字：不然神仙姿，不尔燕鹤骨，赠无图温言。老国师和清鹤的感情不似父子，甚是父子。他们之间亦师亦友，亦父亦子。石暖玉纤细的指腹摩挲着温言2字，温言是他的字，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老国师希望清鹤成为这样的人吧，可惜被原主逼成了心中装满仇恨的罪人，背叛故国，背叛恩师。原主啊，好好的公主不当，为什么要去害人呢？想到自己的结局是死无全尸，石暖玉心中一阵胆寒，他必须加快动作。听到屋外微细的脚步声，还在感慨的石暖玉立即收起画纸放进木匣子里，又急忙把案桌上的奏折扔在地上。在来人闯进来时，他的手还搭在木匣子上。清鹤从前温润的眼中此刻却含着怒火，一个箭步冲过来护住木匣子。石暖玉住手，住手了，他已经很住手了。石暖玉慌张地拿起一本奏折，不敢去看清鹤凝视的眼睛。清鹤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往日一样。殿下，您动了里面的东西。石暖玉正要嘴硬，却在触及对方的眼神时气焰落了下去。他竖起2根手指，缩小2指之间的距离。我动了一点点，就这么一点点。清鹤的双眸冷若冰霜，眼底的温度彻底消失不见。公主殿下，这是微臣的私物，就算微臣是您的男宠，你也不能这般无礼，礼不直气也壮。石暖玉提高音量，爬上椅子上，平视男人的双眸。本殿就是碰了又怎么样？你能拿本殿如何？你别忘了，你是我的，你的东西也是我的。本殿手痒碰了你的东西，本殿同你道歉，对不起，可以了吗？石暖玉胸廓剧烈起伏，确定对方没有动手的打算，跳下椅子冲出门去。天哪，好可怕的眼神，差点被嘎了。清鹤呆木地站在原地，脑海中浮现恩师的交代，无论发生何事都要保护公主殿下，保护公主殿下。谁来保护恩师？师父尸骨至今不知下落，唯一知情人他却不能动手。师父，清鹤到底该如何做？他走到案桌前坐下，明明只有几步路，却有1000斤重。门口不知何时出现身穿红衣的少年，他斜靠在门上，不言不语，默默地陪着拥有同样命运的苦难人。完全冷静下来的石暖玉心中惶惶不安，碰了别人的东西还被人抓了争着。清鹤今晚不会嘎了自己吧？不然今天浅浅的跑路，躲过这阵风头再回来。石暖玉说做就做，他立刻去找珍宝一起出宫。来到书中世界几天，除了跟这些纸片人相处，他还没有见识过属于这个时代的繁华。书中记载福川大陆有3国城鼎立之势，分为南越国、北邻国、东陈国。在军力上，南越国独大，其次为北邻国，东陈则崇文，其余16小国纷纷为3国的附属。如今天下太平，3国签订互不干扰条约，期限为20年，这也导致
三国都想将附属16国归为所有。听说南越在20年以前还不是福川大陆第一大国，那时的南越在众国的打压下岌岌可危，在生死存亡之际，南越4皇子以及皇妃挺身而出，凭一己之力将南越变成第一大国。当今皇上和皇后是个好战的，就算是登上95之尊的位置，也同样心系边境。每年他们总会抽出5个月的时间去边境巡查，他们真正做到百姓爱戴，百官臣服。可就是这样的帝后，偏偏生出个心肠狠毒的公主。当今文渊大儒曾主动请缨教导公主，却不想公主是个油盐不进的，生生把大儒气得卧病在床，休养3月才能下榻，惨烈开局。原主你做的一手好死。榕树下，逛累的石暖玉和珍宝在歇脚，两人出来之后才发现他们出门没有带银子，惨兮兮的啃着馒头，互相对视。珍宝塞了最后一口馒头，抖了抖自己的钱袋子。公主，铜板花光了，我们不能买东西吃了。石暖玉不自在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珍宝，回去之后本店一定好好补偿你。公主说的珍宝信，但公主为何不像之前那般去店里拿东西？公主说过天下都是皇室的，铺子里的东西自然也是公主的，拿了东西不用付银子，珍宝也不会白白失去500文。石暖玉汗颜，原主的三观真是不可言说，身边的小丫头也被教得三观不正，还好珍宝的思想没有根深蒂固。她语重心长地开口：珍宝，不问自取即为道，即为皇室之人，理应上护南越，下护百姓，不可做出作奸犯科伤害百姓之事。常言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本店作为南越公主理应做出表率，并且坚守南越律法。石暖玉说的气势昂扬，下一秒就被珍宝打回原形。公主，以后我们不打家劫舍，不抢铺子，不抢男宠了吗？公主以前抢了很多东西啊。石暖玉口中鲜血喷出3里地，如同上辈子血溅3尺的动画小人，她一定要在小丫头心里挽回自己的形象。珍宝，你还小，你不懂，本店长大了，明白了许多道理。君子以自强不息，你家公主我定会以身作则，成为对百姓有用的好公主。原主死前败坏自己的名声，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百姓们对她深恶痛绝，这也是导致最后惨死的原因之一。她既然来了，就要重新在百姓心中留下好印象。珍宝长长的哦了一声，可是公主之大，她1岁也算大吗？珍宝也同公主一起长大。高大的榕树上，一个身穿黑缎长袍、脸戴獠牙面具的男子将他们的对话听了去，冰蓝色的双眸饶有兴致地瞧着他们。主子，公主带着侍女出宫了，现下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府外蹲着啃馒头。天巡一板一眼地禀报公主殿下的行程。清鹤面色如常，处理奏折的动作不减，可又抢了谁？砸了哪家铺子？如同往日赔偿便是，并无。公主殿下今日共花费珍宝500文铜板，这也是她奇怪的地方。以前都是她去善后，今日公主却言行合一。她又将在榕树下听到的话一一复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清鹤终于有一丝反应，他放下手中的笔确认：殿下当真这般说？见天巡点头，他联想到今日殿下道歉的话，那句对不起的确震撼到他。往日的公主殿下可不会对任何人产生愧疚，更别提道歉的话。完全不知道自己被怀疑的石暖玉还在同珍宝讲着大道理。嘘，珍宝，你听到什么哭声吗？石暖玉凝神一听，确定声音从围墙内传来。公主，从里面传来的。珍宝压低声音，手指高墙之内，里面似乎发生激烈的争吵。石暖玉顿时好奇心大发，带着珍宝悄悄爬墙上去偷听。结果刚爬上去，就看到一身素雅的女子被一个面目狰狞的男子打了一巴掌。男子丝毫不留情面，用了10乘10的力道，嘴如喷粪谩骂：本官娶你是接济你，不是让你来同本官说教的。若不是你该死的父亲不争气，本官何故被同僚耻笑？女子被打得重重摔倒在地，脸上迅速泛起淤青，嘴角溢出丝丝血液。被打骂女子倔强地盯着他：李荣，背信弃义是你，信口雌黄的也是你，你现在有何颜面？李荣被这句话刺激，蹲下身掐住女子的脖颈，凶狠咒骂：下贱胚子，本官是朝中从4品翰林院侍读学士，你不过是一介草民，有什么资格同本官提背信弃义？本官要娶谁便娶谁，要纳谁便纳谁，你管得着吗？他一口一个本官，显然厌恶极了女子。妈的，气死他了！果然无论在哪里，恶心的男人总是层出不穷。石暖玉看得愤怒，双拳紧握，恨不得上去给男人降龙10巴掌。珍宝，你可知道那位女子是谁？她是文渊先生的嫡女，几年前因李荣上门求娶，被他的诚心所动，便下嫁于他。磁性低哑的声音在耳旁响起。石暖玉猛然转头，入目的是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你是谁？你把珍宝怎么了？他警惕质问。能悄无声息出现在他身边的人，一定是小说中传言武功超然之人。男人示意他往下看，我是路见不平的侠客，至于你的丫鬟在下面。他声音带着爽朗的张扬，同不拘一格的大侠很相符。石暖玉往下看去，看到珍宝坐在地上，身不能动，口不能言，朝他眨眼。珍宝，你有没有事？珍宝摇头，还是拼命的眨眼。他想要告诉公主男人的身份，但却在对上男子淡然的目光时，吓得赶紧闭上眼睛。石暖玉不明所以，但高墙内的人更吸引他。珍宝，你且等等，一会儿下去救你。院里的女子是文渊先生的亲女，文渊先生被原主气倒，他既然占据了原主的身体，就相当于自己欠他的。看李荣这样的行径，说明殴打妻子不是1天2天。他如果能帮助女子脱离苦海，也算是还了文渊先生的恩情。男人似乎看出了石暖玉的心思，他好心提醒，南越律法对男子诸多宽容，殴打妻子并不能合理。石暖玉惊讶，她都要被所谓的丈夫打死，都不能合理？南越律法是用来喂狗的吗？石暖玉手脚并用下了木箱子，不理会跟在身后的男人。见他准备走，男人解开珍宝的穴位，你这女子好生无礼，难道不知回答是基本涵养？石暖玉他毫不客气地回怼，你这男人好生无德，难道不知纠缠陌生女子视为骚扰？说完拉起珍宝气冲冲地离去。男子探究地瞧着女人离去的背影，扬起的嘴角消失不见，冰蓝色的双
双眸划过一抹疑惑。主子，国师相邀。身后突然出现的黑衣人朝他禀报。回到皇宫，石暖玉把自己关在卧房，令人把南越律法拿来埋头苦读。因皓月居没有修缮完成，华林烟还在芙蓉阁的耳房就寝。算时间，夜晚10点，珍宝踩着点催促着他去耳房睡。有石暖玉的吩咐，耳房今夜的摆设恢复了正常，唯一不变的是坐在床边露出8块腹肌的华林烟。论一个大美男在诱惑你怎么办？作为一个钢铁直女，当然是守住到心。石暖玉努力压下上扬的嘴角，美色当前不能不防啊！我们单纯睡觉，同昨晚一般。在华林烟的茫然的目光下，石暖玉的手不经意从他坚实的腹肌划过，摸到了。忙碌了一天，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安慰。华林烟是习武之人，自然将他的动作看得清清楚楚。在石暖玉看不到的地方，少年眼里的茫然化为杀意，但在短短的一瞬恢复正常。许是因为2辈子加起来的年龄比少年的大，又或许少年太过单纯。石暖玉在华林烟身上感知不到莫名的压迫，在他面前也放松许多。石暖玉撸撸他的脑袋，莫怕，从今天起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华林烟右手握紧的拳头微微松开，乖巧的点头，多谢公主殿下。心中疑惑，他又想用什么方法折磨自己？攻略少年第一步，必须让对方感受自己的善意。只要他阻拦今后针对华林烟的事件发生，他一定会对自己有所改观。石暖玉朝他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阿玲，我有一件事情问你。华林烟眸光闪动，公主请问。石暖玉摆手，摆出一副随意的模样，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你，你作为我的暗卫，是不是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会保护我？华林烟心间颤动，动作迅速地跪在地上。奴永生永世忠诚公主，为公主之命是从。哎，不是，你起来，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一时忘了这里是书中的世界，背景还是古代。扒拉不动跪在地上的少年，石暖玉无奈地坐回床上。起来吧，明早随我出去一趟。说着，他脱掉鞋袜，爬到床上的最里侧，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进入了梦乡。华林烟看起来既单纯又善良，他应该不会伤害自己的吧？脑袋迷迷糊糊地想着，今夜能睡个安稳觉了。石暖玉并没有发现，少年听到他的话时，眼里的杀意更盛。华林烟起身将自己的礼衣穿好，此刻的脸上是翻涌的冷意。他翻身躺在床上，一如昨夜身体僵硬，一动也不敢动。竹林中一座草亭静静地矗立，青鹤端坐在煮茶的火炉前，轻轻地晃动着茶盏，听到空中些许响动，他将茶倒7分满，迎客入席。来了，一个身穿黑缎长袍、脸戴獠牙面具的男子在他面前坐下。他拿出随身带着酒壶，倒入茶盏中。多年不见，你还是这副模样。男子喝了一口酒，举止头足间尽显张扬。青鹤动作优雅，倒了一杯茶。你倒是变了许多。他们年幼相识，初见时，一个是老国师备受宠爱的徒儿，一个则是北邻国战败送来求和的质子。男子忽而开口，老国师之事可需我相助。老国师先世已有2年，他也做了南越公主2年的男宠。这2年他无时无刻想把恩师的先师寻回，但每次都无功而返。青鹤微微摇头，师父曾说过有缘自会相见，许是缘分未到，师父不让他寻他。男子嘴角勾起一抹讽刺，你们这些神棍就喜装神弄鬼，自欺欺人的把戏也不腻。青鹤无视他的话，见到殿下了。男人将脸上的面具摘下，露出坚毅的面容，眉骨下的眼睛如锋利的鹰隼，看透人心。见到了，与之前大有不同，不知是真是假。青鹤似是听到什么笑话，无关真假，也不妨碍你想杀他。他在南越为质子的那些年，受过诸多屈辱，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被人所迫。男人眉毛微挑，大大方方的回怼，想杀他的不止我一个，但此刻的我们都做不到。只要南越帝后活着，我们便永远没有动手的可能。难不成你们想除了南越帝后？话音刚落，青鹤手中的茶盏碎裂，温润的嗓音带着些许冷意，你逾矩了。自始至终他们想杀的只有一个。男人耸肩朝着竹林中喊道，是不是啊，少盟主？